长相思中杨紫饰演的逍遥，三个男人中你的第一是谁？老假人秀《长相思》已经完结，杨紫和张婉仪饰演的冠军和勇敢的女人，这要看桐华的老书《长相思》，而她本人就是该剧的编剧。豆瓣原版评分8.2位，长期涉及最好的10本老书。小说取材于山海典范，上古时代，人、神、魔分别生活，神农、轩辕、高辛3界重合。历经100年风雨，高辛君姬九瑶失去了人品，更失去了容貌。安居乐业的清水镇变成了无处可去、无依无靠、无自保的温小六。他专业的平衡抵持不羁，清水镇的日子平淡而温暖。温小流无意中保护了青丘即将逝去的幼子涂山璟，二人相爱相生。逍遥是一个在崇拜误区中被遗弃，真正被关注、被珍惜、被监控的人。逍遥和小轩是姑姑和堂兄弟。逍遥的妈妈要求逍遥在去世前好好照顾逍遥，可惜逍遥还年轻，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轩辕的爷爷是大狗轩辕，轩辕是长孙。他的几个叔叔渴望获得崇高的地位，不断的想要杀他，他逃到了高辛界，专心拜师。星璇虽然躲在墙下躲起来，还是去清水镇找逍遥。他开了一家酒吧。综上所述，逍遥还记得他，只是他还不认识逍遥。轩轩一直对逍遥毫无疑问的崇拜，即使得到了那个无与伦比的地位，他的崇拜也没有改变，甚至激起了皇上的忌惮，给逍遥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他曾经相信，只要得到那个位置，他随时都可以更好的保护小妖，可谁知道他赢了又输了。不管怎样，他都没有退路，肩上的重量太过完美。他居然决定一战高位，前方的街道上充满了困难和疑问。逍遥需要的崇拜是坚决的，这是萧轩给不了的。为了凝聚自己的力量，轩轩需要娶神农族的新月这样的神族女子，还要有一个小三。为了让王叔和他的表弟看不起他，他还自称粗俗。这都是他无法给逍遥承诺的爱的命运。显然逍遥不可能对这样的人产生无可救药的迷恋。之后他有无数的女人，但他心中最崇拜的人是逍遥。在逍遥看来，他们从青春期就一起长大了。他是他的主要家庭成员，也是他最近的兄弟姐妹。他们的关系异常深厚，也就是说，是一段关系的主要力量领域。温小六和小轩对彼此都没有半点印象，在路上几个激动人心的弯道之后，他们终于察觉到了小轩恢复了王级的身份。连结天下，小玄需要特权地位，香柳守义战死，小瑶协助小玄完成非凡的职业，与涂山璟同居。想不通，萧轩一心一意的治国，因为他明白，只要是人有满足感，他的逍遥就可以选择知足常乐。当初小妖还是梅小六的时候，他住在清水镇，是个能看专科医生的专科医生。他在那里保护了一个人，给他起名叫叶诗琪。梅小六和叶诗琪度过了一段异常愉快的时光。他去取药，他也跟着去。他被九头魔香柳劫持，他不顾一切地去救他。叶诗琪的本色是涂山璟，逍遥并没有鄙视他，而是很为他着想，直到病愈。在他们6年的关系中，他们变得越来越爱。涂山璟是涂山族的天命族长，青丘九尾狐的传人。他是最适合逍遥的人，也是最了解他的人。涂山自己的亲戚圈子可能很富有，特别是做生意的特长，所以现在你不能再给他带来任何灾难了。其中的麻烦在于，涂山璟有未婚妻。那个时候，借助大哥的帮助，他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害。而涂山璟是个典型的人，他很怀旧，回忆起哥哥对他的渴望。就算哥哥害了他，他也不需要报仇。涂山璟，天下奇葩，借助网友的评论。涂山璟有型、精致、完美，值得逍遥的爱。他们最终一起冲破了所有的障碍。当涉及到香柳的感情时，涉及思想的首要因素是安宁。香柳一开始对逍遥已经算计过用了，他让逍遥给他炼毒，喝逍遥的血来医治他的伤口。
后来，他与房风北自己亲戚圈子的妃子做了一个应付，他就是房风北。凭借这个身份，他和逍遥结为挚友，并教逍遥射箭，一门绝世剑法，一门功法。逍遥想把栽在萧轩身上的古木马搁置一旁，但移植到其他人身上却是最有效的。香柳主动让他种在自己身上，逍遥痛苦的时候，他也能感觉到。后来，逍遥一边借助皇后的阴谋陷害，一边储存着逍遥的生活。他为逍遥做了一件非常惊艳的婚礼礼物，底座由芙蓉圣木制成，中间有人鱼水晶。他想要彻底从小妖的记忆中消失，而且还把他们在大猩猩镜中的联名片段全部删掉了。我不需要为他离开任何东西。香柳也喜欢他，爱他，否则他现在将不再多次存储他的生活方式。逍遥并没有把香柳当作朋友来对待，毕竟他已经变成了九头怪，但也不需要他死。他一时央求玄玄发动香柳，现在不要再杀他了。香柳的观念是，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吸引力，你就需要为他考虑。当小妖成长为一个自强、有依靠、有度的女人时，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过。香柳剩下的祝福一定会成真，愿她保持不暴力、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。长相思这个故事的呼唤来自李白的诗歌《长相思》，强心健肝。故事的最后，小妖和涂山璟举行了一场轻松的婚礼。他们现在也不再待在固定的地方，而是决心在一个小岛上开始他们满意的生活方式。不知道他在谢天谢地和涂山璟住在一起的时候，能不能想到香柳这个生活放松而值得被忽视的朋友和知己。02盘点4对一流的糖果展示 CP， 每一对都让目标市场吃不下，你最想要哪对？盘点4对一流的糖果展示 CP， 每一对都让目标市场吃不下，你最想要哪对？近几年的名著电视剧集层出不穷，而且很多都是精品，情节有趣，演员阵容强大。其中，剧中 CP 对于目标市场同样至关重要。它是否能出圈，取决于现在不再是最有效的外观，而是更合身的文凭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配几对一流的糖果展示 CP， 每一双都好看又惊艳。让我们看看你想要最大的一对。1. 赵露思、吴磊。作为现在的暖星30更年轻的弟弟，可以说是火力全开，长相有绅士风度，心情也比较讨人喜欢。每次出现在 CP， 他都慢慢被宠坏了，满满的 love， 人类沉浸在他溺爱的眼神里无法自拔，实在是太干净了。赵露思的脸很有辨识度，大眼睛，可以说是完全符合大众审美的。尽管他们现在不再是天造地设的健康产品，但他们站在一起，但可以说他们是极好的健康产品。CP 感。2. 杨紫、程毅。自从电视剧《沉香如屑》播出后，程毅、杨紫这对老荧幕搭档也再次合体出现在观众眼前。跟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的程毅看待杨紫的眼神太有爱情的感觉了，因此不少网友纷纷怀疑程毅是不是也难逃定律，成为杨紫众多的男朋友之一。两位演员在拍摄完以后都互相失去重心，依靠在彼此身上，为对方整理情绪。更让人上头的是，程毅用迷离的眼神看向杨紫，严厉的情愫不知所以，简直让人一整个心动住了。3. 虞书欣、王鹤棣。王鹤棣和虞书欣在热播剧《苍兰诀》中饰演情侣，因此才有了交集。在剧中，王鹤棣饰演的男主东方青苍和虞书欣饰演的小兰花来了一场虐恋。很多观众从刚开始吐槽小兰花太嗲，到后来逐渐喜欢上了这一对 CP。在见面会现场，两位主演也是互动多多。之前在采访和剧场花絮里面，就能看到王鹤棣和虞书欣的关系很好，也有不少人都非常磕他们的 CP。4. 谭松韵、任嘉伦。大家也被谭松韵和任嘉伦在锦衣之下的高堂溺死，一个是呆萌又机灵的小捕快，一个是霸道冷冽的锦衣卫。今夏像小老鼠一样跟在陆毅的屁股后面，又是端茶倒水，又是阿谀谄媚，陆毅非常享受在今夏的崇拜里，互动实在太甜了。
任嘉伦和谭松韵就营业的特别体面，两人在戏外的互动非常有趣。任嘉伦被谭松韵爆出本名任国超，而他也不甘示弱，叫谭松韵的本名谭晶晶，感情真的很好，才会这样互叫本名吧。大家在唐之余也乐于嗑演员的好交情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这几对超甜的荧屏 CP， 每一对都是观众很喜欢的俊男美女的组合，谁会不爱呢？大家最喜欢哪对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和大家一起分享。